皮特一家前去观看儿子学校举办的篮球比赛，不为别的，就为这场比赛克瑞斯也有参加，虽然只是负责擦地的，依然让皮特和路易斯无比骄傲。只要期望值定的够低，就不会失望。中场时，啦啦队上台炒热了气氛，人们完全被啦啦队长拿捏了情绪，连饺子也不例外。他回过神后感到非常惊讶，认为这支啦啦队拥有控制人心的力量，这种力量不正是他统治世界所需要的？虽然他只是一个尿布都要妈妈换的小屁孩，但统治世界的伟大事业就该从娃娃抓起。回家的路上，大家都在讨论那个火辣亮丽的啦啦队长。克瑞斯满嘴火星语，乡村 rap， 皮特还以为他中邪了。赶时髦的路易斯告诉皮特，眼下的中二病都喜欢玩 rap， 其实就是想凸显自己的与众不同。想想皮特当初不也一样，自述自己的生活整整2周，搞得就像在玩角色扮演一样，把心理独白全念出来了。什么路易斯脸上有皱纹，但我要假装没看到。他做的饭菜真难吃，但我要假装吃得很香。最后被气疯了的路易斯一拳揍晕，昏迷到半夜才醒来。克瑞斯现在天天抱着电视看 rap， 有事没事还即兴表演几句。皮特被尬的脚趾头在地上抠出了一套房，偏偏克瑞斯自我感觉超级好。另一边，饺子决定混进啦啦队，寻找操控人心的魔法。他当众跳了一场热舞，立即吸引了啦啦队女孩们的注意。女孩们看他满脸人畜无害，还很可爱，便毫不犹豫地邀请他加入啦啦队。镜头一转，被克瑞斯的哟烦得不行的皮特将这臭小子一顿胖揍，打得2只手都酸了，便跑到酒吧来放松一下。小黑听完皮特的诉苦，建议他带克瑞斯多了解学习传统文化，这让他就不会沉迷在所谓的新潮之中。皮特觉得此话甚好，他记得他们家祖上是从爱尔兰移民美洲的，于是带克瑞斯去爱尔兰主题博物馆参观，想让儿子得到熏陶。这个博物馆的投资者铁定是个爱尔兰黑粉，里面形容爱尔兰男人的日常就是抽烟喝酒打女人，爱尔兰女人的日常就是生孩子带孩子，如此循环。专家教授们推演出了古爱尔兰文明的面貌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，飞碟汽车满天转，这文明程度直接领先如今500年。直到后来他们的科学家发明了威士忌，在酒精的腐蚀下，整个文明倒退了1000年。皮特又带克瑞斯去元哈公共图书馆查族谱，他这不查还好，一查就发现老皮家祖上居然是黑人。皮特惊呼：我勒个去，这可真是意外之喜。他把这位老祖宗的日记借回家，一查证发现连生活习惯都全部遗传了下来，家里人都觉得这很酷。路易斯还到处打电话说自己跟一个黑人睡觉了。皮特决定跟小黑多混混，学着做一个黑人。小黑便把他带进黑人文化圈，各种超跳 rap。可惜皮特总是忍不住口吐妙语来搅大家的兴致。后来小黑带皮特去参加了元哈非裔美国人联盟。小黑是给联盟赚取第1桶金的人，他起诉了曾经奴役自己祖先的白人家庭，从这帮没落的白人穷鬼手里赚得了赔偿金，也就是一盆蛋糕。小黑将蛋糕分给了联盟的所有人，众人见皮特也在吃蛋糕，顿时都沸腾起来。就算小黑解释说皮特祖上是黑人，大家也不买账。皮特于是说出了不要以肤色评判我的名言，表示自己虽然是白皮，但是有一颗黑心，非常理解黑人同胞们的伤痛。皮特这一番话说完，台下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晚上皮特回到家里，发现岳父岳母忽然前来串门，原来他们从女儿口中得知皮特得知了自己祖上是黑人，特意赶来给他讲讲以前的事儿。原来皮特家的黑人祖先是被路易斯家的白人祖先绑到美洲来的奴隶。岳父又给孩子们讲起了自家祖上的光辉历史和印第安人以物易物，让黑人奴隶喂马放牛。此刻已有一颗黑心的皮特勃然大怒，厉声指责路易斯家是奴隶主，浑身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肮脏罪恶的血。岳父赶紧起身离开，想让皮特睡一觉冷静冷静。然而皮特这回铁了心要闹到底，非要让岳父磕头道歉不可。为了家庭和睦，岳父偷偷塞给了他一张1万美刀的支票。皮特本来是想坚持维护尊严的，岳父又塞了一张，最后他不得不屈服了。没得办法，对方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此事上了元哈镇新闻头条，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声明，他虽然收了钱，但他绝不会忘记祖先的伤痛。转天，皮特就用这笔钱将卧室改造成了主题乐园。路易斯对此非常失望，他认为这笔钱应该分给元哈镇非裔美国人联盟才对，不然他的黑心又在何处安放呢？皮特开车外出后，戴着有色眼镜的警察立即来找茬，一口咬住不放，说他的车是偷来的，要送他去吃牢饭。皮特再去参加联盟的聚会时，大家得知了皮特自私的挥霍了补偿金，都开始排斥他，认为他就是装成黑人的白人混账。现在皮特夹在黑人和白人之间，两边都不喜欢他。皮特为此非常苦恼，他随即在镜子里看到了祖先，祖先告诉他不用太强调自己的种族，如果黑白一定要泾渭分明，他又怎么会娶了路易斯的祖先呢？皮特闻言
立即醒悟，觉得自己确实应该拿补偿金做点好事。另一边，饺子混进啦啦队后，认为金字塔队形就是魔法的关键，便在篮球比赛开始前，在更衣室绑了啦啦队长，自己扮成了双马尾萌妹，在台上企图操控观众。然而大家都没反应，饺子这才明白，原来摆弄别人最关键的是要够火辣。他还差了点料，皮特将剩下的补偿金全撒了，人们顿时顾不上什么黑的白的了，一股脑扑上来捡钱。啦啦队员们因为表演搞砸了，都在埋怨队长去哪儿了。镜头一转，倭瓜男推开厕所门，看到一个绑好的小美妞摆在面前，脸上露出了荡漾的笑容，感谢大自然的馈赠。公益日这天，皮特带着全家当街搞慈善，帮邻居们洗车，给残疾男孩送温暖。大家正陶醉在满满的正能量中，撒旦的诱惑却忽然出现了。克瑞斯的3个孩子同时捡了一笔钱，整整36美刀，这对小孩子来说简直是巨款了。他们当即准备拿去花了。退休警察却说这是别人丢失的，应该张贴告示等失主来认领。如果2个星期都没人来，他们就可以拥有这笔钱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飞毛腿小偷忽然抢了路易斯的存钱罐，退休警察的正义之魂立即爆燃，把轮椅当成了极品摩托。最后他虽然追回了存钱罐，却因为体力不支跟丢了小偷。这件事对退休警察打击巨大，他不停地念叨这件事儿，越说越伤心，忍不住猛然落泪。过了几天，皮特见退休警察还在钻牛角尖，决定帮朋友重新振作。恰好元哈镇正在举办残疾人运动会，皮特便鼓励退休警察去参加，由他亲自当教练。俩人进行了一番魔鬼训练后，在运动会上，退休警察的表现还是很不好，他顿时士气低沉，又开始钻牛角尖，认为一个跟丢小偷的人注定成不了事儿。皮特教练当场搬出布什总统的励志人生来鼓励他，说当我们敬爱的总统大选失利时，他没有退缩；当他酒驾被捕，也没有退缩；当他在足球赛上发酒疯被捕，依然没有退缩。总统尚能如此，咱们这些小民为何有一点挫折就站不起来了？皮特见自己的鼓励效果不佳，决定给朋友来点猛料，于是偷偷给他喂了兴奋剂。吃了兴奋剂的退休警察化身猛牛，一举夺得了冠军，从此成为了媒体的宠儿。各种商务活动、演讲会和广告代言都来找他，甚至有导演邀请他主演一部电影，剧本就由他的人生经历改编。一时风光令退休警察忘乎所以，把皮特这个教练抛之脑后。皮特为此非常愤怒，认为退休警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。在电影宣传会上，退休警察说要感谢一位特别的朋友时，皮特以为他终于想起自己了，决定再给这家伙一次机会。不料退休警察把剧组的人上至导演下至扫地工人感谢了个遍，唯独不提皮特。皮特气炸了，当即起身揭露说退休警察的冠军是作弊得来的，因为他在水里下了兴奋剂。这事一公布，退休警察立即身败名裂。最让他崩溃的是，他原本真以为自己行了，以为冠军是靠自己的真本事赢来的，转眼间退休警察就从万人瞩目落幕到万人唾骂。路易斯觉得大家都是邻居，没必要弄到这个份上，便劝皮特去和退休警察好好聊聊，化干戈为玉帛。退休警察痛定思痛，承认自己之前飘了，忘了皮特给他的帮助。皮特也坦言自己做的太过火了，俩人握手言和。与此同时，孩子们守了半个月的26美刀，终于等到最后一天可以分钱，失主却突然冒了出来。退休警察一眼认出了这所谓的失主就是上次抢存钱罐的小偷，当即冲上去抓人。有了前段时间的锻炼，退休警察的体力强了不少，最后一个弹射起步将小偷压死。这回他可算是一雪前耻，重拾自信。